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各位还记得在前不久，俄罗斯父子就在他们的频道说他们会在星期五的时候开一场直播，讨论关于代打的事情。那么他们确实也这么做了。我原本以为说官方可能发布了公告之后，他们可能会把这个直播给拿下去，但是没有想到他还是正常的去直播了。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呢，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Volodymyr本人到底讲了什么东西。不过如果感兴趣的观众呢，你们可以直接去他的 YouTube 频道那边看他这个直播到底讲了什么东西啦，也可以顺便的去听一下俄罗斯父子的Volodymyr他的声音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他的观点之类的。但是因为这个直播有点长啊，有1个小时多的时间，再加上他是讲俄罗斯文啊，就讲你们一定要看着那个字幕啊，可能是听不太明白他在讲什么东西，或者是那个字幕有一点问题啦。所以我这个影片算是精华简短版的。那他这一次的直播主要的内容就是他反对代打机制的限制，他认为代打是必须存活在游戏之中的。那在直播的内容中呢，他有讲到他是明确的反对官方限制代打，但是同时间他也是反对那些大号啊，或者是大佬的账号啊，那些代打全部跑到 CD 主王国那些比较弱的王国去。就是说他的立场其实是觉得说代打其实存活在先锋王国是 OK 的，不要跑到其他的王国去。但是我觉得这个你没有办法去限制除非官方真的是说你那些代打全部都不能存活在其他王国。但是如果变成这样子的话，我感觉会有一点双重标准啊，因为他认为这种先锋王国他们战斗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差不多是24小时，如果严重的话可能整个赛季都必须要每一天都在线，每1个小时都在线，所以代打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正常人没有办法做到完全不睡觉去打 KVK 嘛，或者是不上班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必须要用到代打。同时间他也是有给出他自己的观点，为什么他会觉得说需要代打在先锋王国。他就说如果没有代打在前线高强度的战斗消耗，氪金大佬就没有动力去购买礼包加速。如果没有氪金大佬的话，平民玩家要靠平时打野蛮人承载去累积加速，需要花多久的时间？大概需要500天的时间左右。但是这个500天的加速，如果是在关卡4开放的时候，可能你跟敌人打的时间就只有8个小时就已经消耗光了。那确实他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在先锋王国战斗啦，先锋王国的消耗是真的很恐怖的，一般玩家其实真的消耗不起。并且他还有说到，如果没有代打和这些大佬维持着战斗，游戏将会变成期待了2个月的 KVK， 然后你进去里面打8个小时，所有的资源加速打空了之后，接下来又无聊的继续等待2个月，游戏就会变成纯粹的种田或者是聊天软件，彻底失去了竞争的魅力。并且是强调说，并不是玩家摧毁掉了3个联盟或者是5个联盟的机制，而是官方历史他们去摧毁掉了这个生态，因为他们的匹配机制而导致的，就是匹配做的太烂，才要把那些高战玩家逼那些人去用代打。那这边我们先暂时停一下，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啦。毕竟我也算是一个很老的老玩家，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我是经历过了从先锋王国8个联盟变成5个联盟、3个联盟、2个联盟，甚至现在1个联盟的情况，还有从以前没有代打变成现在代打猖狂的情况，我也是有经历过。那我可以说这边Volodymyr讲的东西有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另外部分呢，我觉得是他个人观点啊，不能说错的，也不能说对的。像玩家为什么要使用代打？其实一方面呢，也就是因为有这些大佬诞生啊，太多大佬聚集在一个王国里面，然后开始用代打，从而导致到其他那些人口比较多的王国，但是没有办法长时间在线的打不过对方。因为像他刚刚有讲到嘛，这些玩家能够持续在线这么久呢，其实他们要消耗的加速资源也会比较多一点。像以前960的玩法其实比较多的就是用加速资源把对方给耗死，所以尽管当时候960可能人数就只有150个人到200人左右，但是对方可能有1000个人，但是只要他们的加速资源总数加起来没有比起960还要更多的话，其实都是打不过的。可能以人数来讲960那边会比较劣势，会打不过，可能在前期打架的时候会比较辛苦，但是到后期开始慢慢疲累的时候，960依旧还是可以继续使用代打去打 KVK， 但是其他王国的玩家他们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去打，从而导致他们 KVK 失败或者是打不过960。
960这样子。所以像这边 WOW 来燕就有说对了几个观点，首先就是加速资源的消耗，一般玩家真的是耗不起，但是他耗不起的原因主要是面对到了对方全部都是大佬，全部都是用钱来打架，所以你才耗不起对方。他说等待2个月进去 KVK 里面打8个小时，这个观点也算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说他讲莉莉丝毁掉这些大先锋王国，从原本的5个联盟变成3个联盟，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因为这些联盟他们会解散呢，其实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打不过对方，消耗太大了。像之前我就跟你们讲过960是先锋王国摧毁机，为什么？因为大多数的王国可能他们都没有办法24小时在线持续战斗这么久，但是这些王国多数都是正常玩家在操作，都是自己在操作，所以他们才没有办法24小时在线。960就是因为使用了代打，所以才导致到那些其他的先锋王国打不过，他们才宣布说解散，各自去一些可能比较弱一点的王国，比较优先的王国打 KVK。 所以像之前我就有做过一个影片讲说是960跟莉莉丝摧毁了先锋王国，摧毁了这个游戏机制，因为他们的王国生态处理方式就是这样子。但是也确实是因为这些王国他们开始意识到我收这些玩家没有用，他开始简化再简化变成一个联盟的时候，才导致成现在先锋王国的情况，他们全部都要收一些有花钱的大佬，全部能够24小时在线的大佬，变成一个先锋王国的生态如此糟糕，这么多的代打。下一个部分他就有说到，大佬们其实不缺游戏玩，他可以玩其他的游戏。如果莉莉丝一刀切全部王国都限制不能够用代打的话，那些花钱很多的大佬会直接退游去玩其他的游戏，但受伤的绝对不是大佬，而是失去金箱来源留下来面对枯燥 Dead Kingdom 的那些普通玩家。那我觉得还不至于啦，因为其实有礼包跟没有礼包有各自的玩法，不一定是说没有了大佬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还是可以玩下去的。然后他还有补充到，任何的游戏开发运营都是需要钱，比方说像伺服器要维护，防止卡顿优化之类的，如果没有这些顶级的大佬花钱投入在这个游戏里面的话，游戏只会停滞不前。同时间还有骂一些主播啦，但是他骂谁我不知道啦万国觉醒有很多主播为了迎合大众高喊着抵制代打，但是如果没有代打维持24小时不停的去打这种世纪之战的话，没有激情燃烧的推起至烧要塞的场面，这些主播在直播的时候可以给观众看什么？难道是看2个联盟在门口那边推来推去吗？推了4个小时之后就集体下线，观众早就无聊取消关注了。那这边我先说一下自己个人的看法，因为我觉得WOW来燕他这边的观点其实比较多都是在先锋王国那边啦，并不是面向大众。那确实如果像他所讲的，你在先锋王国没有这些大佬天天买金箱子的话，你的王国就会死掉，你的玩家会养不活这样子。那确实啊，这也是为什么之前那种 F2P 的王国会逐渐解散的原因。像93他们现在也是慢慢的走入Pay to Win王国的那个发展了。之前307比较多的玩家都是 F2P，就是太多玩家可能都不是买礼包了，所以才慢慢的灭亡，玩家也不是这么活跃的24小时在线。但是这个仅限于先锋王国啦，因为像后面那些 CD 主王国其实没有这些大佬养，依旧还是可以活着的，并不是说不可以，只是人数会比较少一点，但是也不见得会完全变成 Dead Kingdom 啦。所以他另外一个观点说，游戏开发运营都是需要钱来维护，这个是正确的。但是说到主播那一点呢，我觉得有不对的地方啦，因为我讲真的，主播不是只有做 KVK 才有内容的。像我自己本身直播的话，可能我还会开一些箱子啊，就算我不要开箱子，我可能直播奥西里斯联赛啊，一些活动的直播。像他自己频道可能没有什么做影片啦，那我自己频道的话是长期做影片啦，还有不少的活动都是可以做影片做攻略，所以不一定说一定要有 KVK 才可以。KVK 只是直播或者是影片中其中一个内容而已，最主要的还是要看那个主播会不会去制造一些气氛，让玩家看到了之后想要留下来继续看影片或者是直播。像有时候我自己直播的话，我也不是直播这种大型的 KVK 先锋 KVK， 或者是直播自己的全骑兵账号，也是有东西播的，不是说完全没有的播的。就算你们可以看到我这边的时间就只有大概4个小时而已，也不是说8个小时甚至是12个小时也好，也是有人要看的。因为观众其实看直播的时候更想要的是看互动啦，虽然有一些大佬可能他们直播就看他们技术什么之类的，但是
我觉得比较多的观众呢是偏向想要跟这个主播聊天啊，看这个主播怎么玩的啊，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之类的。而且我说句实话，以前的仙佛王国 KVK 真的会比较好看，现在真的没有什么好看，反而现在的先锋 KVK 有一点无聊。像以前的仙佛王国 KVK， 我们确实是有打旗帜，有开集结，有驻防，有补兵的，而且我们的部队全部都是打到死然后回家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可能你看了一整天甚至是2-3天都是在同一个地方打架，但是他打架并不是说整个部队撞上去全部死着回家还是怎样，而是在原地那边跳舞，前后的跳恰恰，完全没有烧旗帜，没有去开集结。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主播而言呢，其实仙佛王国的 KVK 没有比较好看。那俄罗斯父子他觉得说他们仙佛王国 KVK 有东西看，他的直播可能比较多人看呢，是因为他是大佬账号，他的玩法比较特别一点，他会随机牵程去打人家的城市，然后大家也想要看他到底有多少钱，有多少的资源，打得怎么样，他的战报怎么样，所以才会好奇去看他的直播。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主播而言是没有什么内容可以看的，在仙佛王国。这也是为什么以前的玩家比较喜欢看960打 KVK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部队都是一直不断的往前冲去撞对方，但是现在来回拉扯只是单纯的消耗对方的加速资源，对于观感来说呢并不是这么好。下一个部分就是他给出的一些方案啊，建议官方将 KVK 分开，就是想要高强度允许代打24小时打 KVK 的就去另外一边，如果你想要公平，想要限制每天战斗时间的话，你想要养生，想要种田就去另外一边。就像之前有一个观众所讲的，分成2种不同的 KVK。 同时间他也是在那边吐槽说那些 A、B、C、D 等级的王国玩家一直在投诉代打这件事情，但是他们自己本身都不在S 等级的王国，但是因为他们的投诉而导致到 S 等级的王国全部都要受到这种一刀切的改。而且也就是因为现在有代打的关系，所以像他们这一次的 KVK 1093、2489、2359、3308才可以持续战斗5天的时间，这个才是仙佛王国的魅力。那在直播的过程中呢，就是聊天室那边有一些玩家给出一些建议啊，就是限制一个账号绑定3个 IP， 但是 WoW Lion 他就说到，如果用这个方式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给其他的玩家代打。像 WoW Lion 他的账号就有2个人去帮他操控，然后另外2个人呢是管理 Mr. Hope 的这个账号的，也就是说平均一个账号会有2个代打啦，因为代打也是人嘛，需要睡觉。但是假设说发生了一些事情，你绑定 IP 的话，你去到其他地方，或者是你换了一些设备之后，可能就没有办法玩。就比方说家里停电，你突然要去网吧那边要登录游戏去玩游戏，或者是俄罗斯地区的玩家因为使用 VPN， 所以搞严格设定 IP 的话，就会导致到有无数的真正号主会被封号。还有其他玩家给出一些建议，就是说如果是代打在线的话，治疗伤兵需要花更加多的下数跟资源，就比方说 1.5 倍。但是WoW Lion也是驳回了这个说法，其实我也觉得这个说法也不合理啦，就是他自己花钱氪金，他还要花钱找代打，结果游戏还要受到惩罚，他还要给更多，这个算是什么鬼提议？这里先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观点，虽然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分成2种不同的地图，有代打跟没有代打会比较合适一点，但是我是觉得说假设说真的是这样子分的话，有很大可能你的匹配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我觉得并不是这么多王国会这么诚实说我想要用代打，我不想要用代打这样子，可能就只有仙佛王国而已。但是现在真正有用这么多的仙佛王国究竟有几个？或许之后来来去去也就只有这几个王国在这些名单里面的2359、1093、3308还有2489。如果到时候又没有办法匹配成功，或者是他们互相打消耗太大，有一些玩家又顶不顺要弃坑了，最终这些仙佛王国也只是会走向灭亡而已。我个人觉得至于那些其他观众给出的一些意见啊，像绑 IP 啊，或者是治疗要消耗更加多的加速资源之类的，我觉得都是不太可行的啦。因为我的观点还是那样子，就是你可以有代打，但是现在代打的情况就有一点过分了，变成商业化，然后全部都不是为了王国而战，而是为了更好的数据而战。我同意代打的存在，是因为万一有一些玩家他临时有事情，他不能打这场 KVK， 现在他要出国，或者是突然之间他发生了车祸进医院没有办法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但是他又是这个王国的核心之一，不管是集结还是驻防也好，那这个王国该怎么办？或者是就算是平日也好，没有这些驻防车头跟集结车头的话，谁去做这些事情？毕竟你们也知道现在要做车头的成
成本很高，你要做8钻5绝16字。如果不是这些装备好、军气好的玩家，你们愿意加入他们的集结吗？所以我是允许这种代打存在，就是为了车头，还有就是为了一些比较忙的玩家去玩而已，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你想要拿到更好的数据、更高的击杀而去打。最后他还有说官方会去封这些代打，主要是因为莉莉丝嫉妒这些代打的费用并没有进入莉莉丝的口袋。这个情况就很像那些汽车制造厂在卖出了自己的车之后，还要强行去管那些买车的人，他们用了几个司机在哪一家公司雇佣人一样搞笑。如果你没有时间玩，没有钱请代打，就不要留在 S 等级的王国和先锋等级的王国，去到一些低等级的王国，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量力而行，同样也可以获得快乐。就比方说用足球来打比方，想要在高级别的欧冠、英超联赛踢足球，每个人都需要购买顶级的球鞋、高配置或者是顶级的代打，没有人会穿着拖鞋上球场。如果不花1分钱，不付出精力，就想要在先锋王国站稳脚跟，进去的那一瞬间就会被虐打，或者是在几秒之内融化掉，毫无体验。即使在先锋等级的王国之中，有很多那些大佬即使自己在线也承受不住那种令人窒息的指挥节奏还有压力，所以代打实际上只是为了号主睡觉工作紧急时刻，比方说4点指挥在 DC 里面叫他们集合的时候进行补位而已。那么他这边的说法我个人是有认同的，当然那个足球的部分我不认同啦。 OK， 首先就是官方是不是因为嫉妒那些钱没有进他口袋而去限制代打呢？我觉得也不完全是的，因为莉莉丝可能一方面是想着说，如果真的代打破坏了这个游戏生态，可能会搞到玩家越来越少，他可能是做一个预防啦。因为虽然说我们现在 CD 主王国没有这么多代打，那假设说万一有差不多5个代打很厉害的一些大佬账号去到 CD 王国，可能会影响到 CD 王国的这些生态，所以他要提前去预防这样子。但是我是认同说，如果你没有什么时间精力去玩先锋王国的 KVK 的话，其实 CD 主王国会更加适合你去玩。这也是为什么我把自己的骑兵账号移民到 CD 主王国的原因。你必须要舍弃一些东西，那你会去到先锋王国是为了什么？你是想要有游戏体验，还是你想要舔金箱子？那如果你是真的想要游戏体验的话，其实不一定在先锋王国才有游戏体验，其实你去到 AB 主王国也是一样有游戏体验。但是以我个人看来，其实比较多玩家想要去先锋王国，其实就是想要去舔金箱子，想要发育的更快而已。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必须要去接受他们有用代打这个事情，可能你就是会比人家弱，也因为那边的群体比较多都是大佬，大多数都是会用代打，所以就算你去抗议，可能也没有办法抗议成功。那最后的最后，他就有说到呢，其实他们之前有参加过一次英雄战歌，是可以选择要不要16小时、8小时限制的。其实大多数玩家都选择不要有限制，大家都想要自由的去玩这场游戏。当然在直播之中啊，有一些玩家就有说到，你的代打自由侵犯了我们普通玩家的生存空间，这个不是选择的自由。然后瓦莱耶那边就有回复说到，那为什么你会觉得可以用你所谓的平民高尚来制止剥夺花钱的玩家玩游戏的体验，使用代打的自由呢？难道这个不是双标吗？选择的自由是一个人最核心的权利，永远不要站在限制和剥夺他人的选择的那一边。你今天去支持官方限制大佬，明天这些繁琐的限制和规则终究也会落在你自己的头上。那么以上就是关于瓦莱恩的一些回答，他对于这个代打的事情到底有什么看法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一次他做的一个直播也是蛮好的，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超级大佬有什么观点。当然我也不觉得说他所有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观点，他有自己的观点。因为以游戏的规则来讲，其实他的观点不管怎样都好都是错误的，因为官方是已经明确的发布公告说不能够用代打，他的账号被封也只是因为规则是这样子设定，所以被封而已。所以如果是根据官方的规则来讲，其实一些平民的玩家是没有错的，因为规则就是这样子写的，你出来投诉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你自己不对。但是我们是想到灰色地带的部分的，就是他以代
在先锋王国的这个环境来讲，你讲不用的话是真的很困难。所以以俄罗斯父子他们的角度是觉得说，我在先锋王国，我融入了这个先锋王国的玩法，用代打我是没有错的，因为它本身的环境就是这样子。但我是觉得说，不管是平民玩家也好，还是这种大佬也好，都没有说完全的对错，因为游戏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问题出现在于官方那边，如果他真的是当初不支持代打的话，其实他应该要一早就限制，而不是拖到现在才限制。为什么你等到现在才限制？难道当初你就不能推出这个系统吗？其实也是可以推出这个系统的，还不是因为当时候玩家群体还很多，大佬还很多，所以你不着急。但当现在平民玩家越来越少了，游戏机制越来越糟糕了，你才开始选择做去改。但是你当初应该都知道，用代打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不好的，本身就是破坏规矩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大佬也好，还是平民玩家也好，大家都没有错，错的是一开始为什么官方那边不要先做出行动，等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样子的游戏模式之后才来改，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官方真的要拿定决定，你到底能不能够允许玩家去使用代打，到底要不要去限制？你要限制就真的大家一起限制，不要有双重标准，不然就像俄罗斯父子所讲的，就分成两种不同的 KVK， 一个允许代打，一个不允许代打，但是间接性你也是告诉全世界你允许代打的存在在这个游戏之中。那我在制作这个影片的当天早上呢，我也是有做了这个问卷啊，就问大家对于这个代打是怎么样的看法。可以看到这一次投票的人还蛮多的，就有300多票，但是我觉得再晚一点的话可能有1000多票，但是这边可以看到大多数人呢其实都是反对代打，这个也是可以理解，因为大多数玩家群体呢都是平民玩家，所以他们反对是正常的。支持的话可能是自己有用代打或者是先锋王国的玩家，所以支持，不支持也不反对，可能他的观点就跟我差不多。不在乎的话可能是没有遇到代打的情况，又或者是已经弃坑的玩家，所以大家可以从我这个调查这边呢看到大家的观点啊。那么以上就是 Mr. Hope 和 Wow 来燕他们直播里面所讲的东西，他们的观点。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当然因为他们所讲的语言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翻译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如果你是听得明白俄罗斯文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是否有说错。也感谢各位耐心的看完这个影片，因为我也知道这个影片有点长了我们下个影片再见。